早安，今天有7则，而且有一条主线串起他们。最有钱、最强的科技巨头，阵痛时被3股力量挤压，被监管，被对手追上，还有人工智慧本身那笔烧不完的钱。从布鲁塞尔勒令 Google 开放，到甲骨文未算力才3万人，再到 Anthropic 悄悄变成最赚钱的公司，最后回到刚刚大涨收盘的台股。照惯例，最后一则会碰到股市，所以先讲一句，那是新闻分析，不是投资建议。开始吧。第一则 ，Google 这一周很惨，而且是2条战线同时开打。首先，欧盟执委会下了一道具约束力的命令 ，Google 必须把 Android 开放给对手的人工智慧助理，还得把它的搜寻资料分享给竞争的人工智慧开发商。规模非常大，牵动大约20亿只 Android 手机。2027年起分阶段上路，对手助理能接近系统，还能语音唤醒。讲白一点，布鲁塞尔正在把 Google 抓得最紧的那只手，一根一根掰开。而就在同一周，技术面也跌了一跤。Gemini 3.5 Pro Google 的旗舰模型，第3度没能达到内部目标，卡在可靠度问题和幻觉上，跑分还落后给 GPT-5.6。投资人有感 ，Alphabet 股价一度跌了大约 4%， 公司据说只好先推一个比较小的 Gemini 3.6 Flash 顶着。把这些放在一起，画面就很清楚了。地表最强的搜寻公司，在同样这7天里，一边被监管机关拆开，一边被对手在出货速度上超车。最大已经不再等于最安全。第二则，让你看到人工智慧热潮的另一面，账单。甲骨文要裁掉最多3万人，大约是它全球员工的 18%。为什么在景气好的时候大砍？为了挤出买算力的钱。这波裁员1年可以释出大约80到100亿美元，这是甲骨文用来盖资料中心的钱，为的是跟 OpenAI 一直5年3000亿美元的合约，涵盖 4.5 GW 的电力。这里藏着一个很明显的风险，甲骨文整套人工智慧策略，现在几乎全靠那一纸 OpenAI 合约。一个客户，一个赌注。万一它晃动，摔下来的距离会很长。而且不是只有甲骨文这样 ，Meta、台积电、微软、亚马逊、Google 全都把大笔现金导向人工智慧。第二则的讯息很简单，想坐上这张牌桌，就算是巨人，也得流血。第三则，当 Google 跌跤的时候，一个比较低调的对手正在赢。Claude 的开发商 Anthropic 年化营收现在上看大约470亿美元。而且传出已经获利，悄悄的超车，成了前沿人工智慧圈最会赚钱的名字。背后的引擎是企业，一家家公司大规模导入 Claude， 尤其是 Claude Code 实实在在地吃进了开发工作。少一点炒作，多一点账单。但路口也摆在眼前。Anthropic 的 Claude Fable 5免费使用，在7月19号深夜到期了，这逼出一个抉择。推出下一阶的 Opus 5，再延长一次免费，还是干脆改成按用量付费的点数制？这个时间点不是巧合，免费视窗关掉的同一周，正好是中国开源模型大举进攻。所以就连最赚钱的人工智慧公司，也被逼着回答这个产业最难的问题：你到底要免费送出多少？带着这个张力，我们看下一则。第4则比较安静。但它指向下一个战场在哪里？企业软体巨头 SAP 刚完成收购一家叫 Prior Labs 的新创，4年内投入超过10亿欧元。Prior Labs 特别的地方是所谓表格式基础模型，这种人工智慧不是为了聊天，而是为了结构化资料，那些真正在撑起一家公司的试算表、资料库和账本。他们的代表作 TabPFN 登上了自然期刊。为什么这跟你有关？因为企业大部分的价值不在文字里，而在一行一行的表格里。一个能读懂表格的模型，可以直接从原始资料预测销售、抓诈骗、替风险定价。所以
当大家都盯着聊天机器人大战的时候， SAP 悄悄在一个无聊但价值巨大的前言插了旗，那种看懂你资料，而不只是看懂你文字的人工智慧。这一注值得记住。第5则是 Meta 一个没人料到的转弯。他发表了 Muse Spark 1.1， 一个带着100万字元上下文的 Agent 模型，而且随附了 Meta 有史以来第一个付费的开发者界面，公开预览。最抢眼的功能是电脑操作，这个模型不只是回答，它可以真的去操作一台电脑，点过桌面软体、浏览器，甚至手机，把一件任务从头做到尾。为什么付费才是真正的新闻？因为 Meta 的人工智慧品牌是建立在免费送模型上的。开始跟开发者收钱是一个路线上的转变，代表 Meta 现在把 Agent 当成一门生意，而不只是为了赢好感的赠品。把它跟其他几则排在一起，模式就浮现了，每一家都在追同一件事，一个真的能替你做事，又能收费的 Agent。聊天机器人的时代正变成 Agent 的时代。第6则是一段倒数。接下来一周，中国的开源阵营连开2枪 ，DeepSeek 的 V4 稳定版在7月24号登场，月之暗面则在7月27号释出 Kimi K3 的免费权重，那个 2.8 兆参数的巨兽。真正该让你注意的是价格。DeepSeek 的推论大约是每100万个输出字元44美分，只是西方顶尖模型收费的一个零头。前沿等级的能力，用几乎丢掉不心疼的价格。还记得 Anthropic 的两难吗？到底要免费送多少？逼出他的压力就是这个，当几乎一样好的模型开源，任何人都能下载，整个产业的定价就会被往零的方向拖。所以这不只是2次发布，这是一套策略。中国竞争的方式不是比谁最封闭、最贵，而是比谁最开放、最便宜，逼得其他所有人不得不接招。盯着24号和27号。最后回到台湾，这里的股市就在几分钟前收盘，而且是一根大的。加权指数反弹了大约 3.5%， 超过1500点，收在接近44000点。放进脉络看很戏剧性，上周五才创下史上最大单日跌点，将近3000点，周一又小跌，今天则强力弹回，由半导体和台积电领军。一个重要的细节，美股昨晚其实是小跌收盘，标普跌了大约 0.2%。所以台股今天不是跟着华尔街涨，这是它自己从上周崩盘之后走出来的技术反弹。但反弹不等于落底。基本面、人工智慧的需求、台积电上修的展望没有变，复原的是情绪，那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强势的日子。盯需求，别盯每天的红绿 K 棒。再说一次，这是分析，不是投资建议。总结一下，这一周是巨头被挤压的一周。Google 被布鲁塞尔拆开，甲骨文才3万人去买算力， Meta 开始替 Agent 标价，而 Anthropic 悄悄成了他们之中最赚钱的。中国的开源模型则把价格往零的方向拉。更强的工具落到更多人手上，用更低的价格，就算代价是巨头们的安稳。这就是2026年的样子。我们会继续帮你盯着。以上是 AI 每日新闻，我们明天见。